各位健康之道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志玲。今天这期节目，咱们不聊养生食谱，也不讲保健操，我要跟大家说一件更紧要的事，关乎您存在银行里的每一分养老钱。请您现在先放下手边的事情，耐心把接下来这十几分钟听完，因为这些话可能关系到您晚年生活的安稳，关系到您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积蓄，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就缩水了一大半。接下来志玲会把银行柜台后面那些行员绝对不会主动告诉您的秘密，一五一十的清清楚楚的摊开在您面前。在开始之前，我想请您帮自己一个忙，也给志玲一点鼓励，点一下订阅我们健康之道的频道，因为我会持续为大家揭露这些生活中看不见的经济陷阱和健康误区，让咱们老朋友都能活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您最近有没有去银行存过钱？或者您是不是正打算把一笔钱，可能是儿女给的孝敬钱，也可能是自己省吃俭用存下来的老本，拿到银行去做个定存，图个安心？我想请您在脑海里想象这样一个画面，您拎着包走进那间熟悉的亮堂的银行大厅，心里盘算着把这20万、50万存个3年定期。您刚在柜台前的椅子上坐下，或者甚至还没走到柜台，旁边就迎上来一位穿着制服，笑容特别亲切的年轻人。他可能是个小伙子，也可能是个小姑娘，嘴特别甜，一口一个伯伯好，阿姨您来啦。他热情地帮您倒来一杯热茶，然后自然而然地就跟您聊起了家常，问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孙子孙女上学成绩好不好啊。聊着聊着，他就会看似不经意地把话题转到您手上这笔钱上。他会压低声音，用一种我只告诉您的神秘语气说，伯伯阿姨，您这笔钱是打算存普通定存吗？您点点头，他马上会露出一副为您着急的表情。哎呦，那太可惜了，现在定存利息多低呀，一年就那么一点点，物价涨得都比利息快，钱放着不动其实是在变薄啊。还没等您仔细琢磨这话，他马上会从手边拿出几张印着彩色图表，看起来非常精美的宣传单，指着上面几个显眼的数字给您看。阿姨，您是我们行的老客户，优质客户，我这才跟您透个底。我们银行内部啊，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 VIP 理财专案，或者叫高利回馈方案，利息比普通定存高出一大截，别人我都不告诉的，就剩下最后1-2个名额了。您今天不办，下午可能就被别的 VIP 客户抢走了，利息更高，内部专案，最后名额，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威力太大了。您心里一算，同样是存银行，同样安全，能多拿好几千甚至上万的利息，谁不愿意呢？于是在这位热心行员的指导下，您在一份又一份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心里还觉得今天运气真好，遇到了负责任的好行员，办成了一笔划算的业务。如果这个画面让您觉得似曾相识，或者您身边有亲友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那么志玲今天必须用最严肃、最急切的声音告诉您，请立刻提高警惕。您以为您办的是高利息定存，但极有可能您的养老金已经在签字的那一瞬间被调包了。您签下的很可能根本不是存款合同，而是一份会让您的钱被锁死多年，急用时取出会大出血的储蓄型保险合约。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这两者从根子上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您一定要在脑子里刻下这个最核心的区别。银行定存是您把钱借给银行，银行给您一张借条存单，约定好什么时候还您本金，给您多少利息，这笔钱的所有权还是您的。您想提前拿出来，顶多损失一部分约定好的利息，您的本金是绝对安全的，一分钱都不会少。但是那个被包装成高息定存的储蓄险，性质就完全变了。它是您和一家保险公司签订的一份长期契约，您不再是存钱，而是在买一份保险产品。这份契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非常严格的闭锁期，短则5-6年，长则10年、15年。在这段漫长的闭锁期里，您这笔钱相当于被冻住了。如果一切风平浪静，您按合约放满那么多年，或许能拿到比定存稍高一点的收益，这还不一定。可人生在世，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谁能保证未来几年、10几年家里没有一点急事突发？万一明年您自己或者老伴身体不舒服，需要一笔钱住院做手术，万一后年
儿子女儿创业、买房，急需咱们支持一把。万一家里有什么突发状况，急需用钱救急，这个时候您想起银行里还放着那笔高息存款，赶紧去银行想把它取出来应急，您会发现取款的过程将变得异常痛苦。这不再叫提前支取，而叫做提前解约或者退保。您会被礼貌地告知，因为您单方面违约，保险公司要扣除高额的解约费用。这个费用有多高呢？可怕到超乎您的想象。通常在购买这份保险后的头2-3年内，如果您选择退保，能拿回来的钱可能只有您当初投入本金的50%到70%。也就是说，您抱着赚取更高利息的想法，投入了毕生积蓄的50万元，可能因为一次家庭急用，不得不退保，最终拿回来的只剩下25万到35万。为了贪图那每年可能多出的1-2千块利息，最后却损失了10几万、20几万的本金。这笔账无论怎么算，都是一笔让人心碎的血亏。这哪里是理财？这分明是把咱们的活命钱、应急钱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但就是不能动的死钱。这种痛苦和懊悔，对于靠退休金和积蓄安度晚年的我们来说，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我下面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给您筑起一道防火墙，保护您口袋里那份沉甸甸的养老钱。在开始之前，我想请您帮自己一个忙，也给志玲一点鼓励，点一下订阅我们健康之道的频道，因为我会持续为大家揭露这些生活中看不见的经济陷阱和健康误区，让咱们老朋友都能活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首先，咱们来拆解一下那些精明的行员到底用了什么魔法，能让很多精打细算过了一辈子的长辈们放松警惕，签下那份可能不适合自己的合约。很多长辈事后回想起来，都会跟我抱怨，志玲啊，当时他从头到尾都没跟我说过保险这2个字啊，他要是说了，我肯定不买。您说到点子上了，这正是他们最常用也最有效的话术策略，彻底避开敏感词，进行概念偷换。行员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知道只要一提到保险、保单、人寿，咱们大多数长辈的第一反应就是警惕和拒绝。所以在整个推销过程中，他们会像变魔术一样，把保险这个核心本质小心翼翼地藏起来，包裹上一层又一层华丽、安全、诱人的金融词汇。他们会跟您说，这是一个理财规划专案，一份高利率的增值合约，一种资产稳健传承的工具，或者是每年有红利回馈的储蓄计划。您听听这些词，哪一个不比冷冰冰的保险动听？哪一个不显得高端又靠谱？当您心里闪过一丝不确定，谨慎地问一句，小伙子，你这个跟我之前存的定期是一样的吧？安全吗？他们绝对不会斩钉截铁地说，这就是定存。他们擅长打太极，会用一种模糊却让人安心的话术来回应，阿姨您放心，这个跟定存性质差不多，都是把钱放在我们银行体系里，绝对安全。只不过这个利息结构更好，收益更高，而且还附送一些额外的保障福利呢。这句跟定存差不多，就是整个陷阱的基石。它巧妙地利用了我们对国有大银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天然信任感，让我们潜意识里认为，只要是在这个银行大楼里，透过这个穿制服的行员办理的业务，那就跟存款一样可靠。正是这种信任感的错位，让很多人栽了跟头。除了话术包装，他们另一个厉害的武器就是人情攻势。这些行员特别会打感情牌，哪怕跟您是第一次见面，也能在10分钟内表现得像您的自家子侄一样贴心。他们会说，王伯伯，我就是看您年纪大了，存普通定存太吃亏，才特意为我们这种高端客户争取的这个机会，我给我自己爸妈都没留呢。咱们中国人，特别是长辈，最重情面，心肠也软。看着眼前这个忙前忙后、端茶送水、一口一个尊称的年轻人，总觉得人家这么热心为自己着想，要是冷着脸拒绝，太不近人情了。很多时候，那份厚厚的合同内容根本没来得及细看，完全是出于不想驳了对方面子，相信这个孩子不会害我的心态，就把名字给签了。但是，您知道这份热情背后最真实的驱动力是什么吗？是亲情吗？是关爱吗？都不是。最核心的驱动力是赤裸裸的业绩提成和奖金。在银行内部，为一个客户办理一笔普通的定期存款，行员能获得的绩效奖励微乎其微，几乎算是基础服务。但是
如果他成功推销出一份储蓄保险，他能拿到的佣金可能是办理定存的上百倍，一笔100万的储蓄险保单带给他的收入可能是几千甚至上万。也就是说，他用您的信任和养老本金换来了他自己口袋里的高额奖金，而所有的长期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在您签字的那一刻就全部转移到了您自己身上。想明白这一点，您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笑容可以那么甜，服务可以那么周到，因为您在他们眼里很可能就是一个高价值的移动业绩包。接下来，志玲要带您算一笔更细致的账，看看我前面说的本金可能亏一半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绝不是吓唬您，而是这种产品与生俱来的流动性风险必然导致的结果。这类储蓄险产品合同里都会白纸黑字写明一个缴费期和保险期间，销售时行员只会轻描淡写的强调，您就放个6年，6年以后收益就很好了，但他绝对不会用大喇叭喊出来的是，在这6年内，您投入的这笔钱绝大部分是被锁死的，您对它的支配能力几乎为零。各位朋友，我们都到了这个年纪，虽然希望自己无病无灾，但我们必须客观地认识到，年龄增长，身体的变数也在增加，我们谁也无法对老天爷保证，未来几年自己绝对不进医院。一场突发的疾病，一次必要的手术，可能就需要几万、10几万，甚至更多的自费开销。又或者，子女遇到难关，孙辈教育需要资金，这些都可能急需我们用积蓄来支撑。当急需要用钱的时刻真的来临，您握着一张写着100万现金价值的保单，却发现自己无法立刻将其变成救命治病的现金。您焦急地去银行或保险公司申请拿回自己的钱，这时您才会的依次真正看清合同条款的冷酷。工作人员会拿出一份现金价值表，指着上面小小的数字告诉您，先生女士，您现在办理的是提前退保，根据合同，您目前能拿回的钱是 XX 元。这个数字往往会让你眼前一黑，因为在前3、4年，保单的现金价值远低于您已缴纳的总保费。100万放进去，第1年末退保，可能只能拿回60万，第2年末可能拿回70万。您为了那承诺中每年可能多出1%的收益，最终却承担了本金30%到40%的永久损失。这就像为了捡拾地上的一枚硬币，却不小心掉进了旁边一个深坑，为了追求蝇头小利而冒着损失核心本金的风险，这对于需要绝对资金安全的养老钱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策略。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后背已经冒出了冷汗。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当我们去银行只是想单纯的存一笔定存时，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像孙悟空一样有一双火眼金睛，瞬间识破那些包装精美的李鬼呢？志玲接下来就教您3招最简单、最直观的防身术，您只要记住，就再也不会被轻易忽悠。第一招，也是最根本的一招，叫做看抬头认娘家。当行员把那一叠需要您签字的文件推到您面前时，请您千万不要急着去找签字栏。第一步，一定是戴上老花镜，仔细的、认真的看看这份文件最上方印着的最大、最醒目的字是什么。那里是这份契约的身份证，写明了它是谁家的产品。如果您办理的是正经的银行定期存款，那张单子的最上面一定会清晰地印着 XX 银行定期储蓄存单、XX 银行存款凭条之类的标题，落款和公章也绝对是银行。但是，如果您看到文件的标题处赫然印着 XX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 保险，或者任何带有人寿保险字样的公司 logo 和名称，那么不管坐在您对面的行员如何巧舌如簧，把产品形容的天花乱坠，跟银行关系多么密切，请您立刻在脑海里敲响警钟，这就是一份保险合同。银行在这里的角色只是一个销售柜台，它是在代销保险公司的产品，所以一旦看到人寿这2个字，如果您不想买保险，就应该温和而坚定地把文件推回去，告诉对方，不好意思，小伙子、小姑娘，我今天来就是要办银行自己的定期存款，不办理保险公司的产品，请帮我办理定期存款业务。这句话是您的护身符。第2招是从文件内容里抓关键词，叫做找找被保险人在哪里。咱们可以一起回想一下，过去几十年，我们在银行存钱，无论是活期还是定期，需要填什么信息？
无非就是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存款金额、存期，顶多再加个联系电话，对不对？存款需要银行了解您的健康状况吗？需要您指定万一您不在了，这笔钱给谁继承吗？完全不需要，因为那就是您的个人财产，它的继承走的是法律遗产程序。但是保险完全不同，保险的核心是对人的生命、健康进行保障的契约，所以只要是保险合同，无论它包装成什么储蓄、理财计划，里面一定会出现要保人付钱的人、被保险人、保障对象、身故受益人、拿钱的人这3个关键角色栏位需要您填写。同时，合同或投保申请书上也几乎一定会询问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最近2年内是否有住院记录，是否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您想想，您去银行存个钱，银行需要知道您有没有高血压吗？这不合逻辑。所以，当您在签署文件时，看到任何需要填写受益人或者询问您健康状况的表格或条款，不要有任何犹豫，那一定就是保险。此时，您应该立即停止签字，再次明确您的需求，哪怕行员解释说这只是走个流程，不影响您的存款，您也千万别信，转身离开，或者坚持要求更换为标准的定期存款单据，是保护您自己的最佳选择。第3招是给那些已经签了字，回到家越想越不对，或者看完这个视频才恍然大悟自己可能办错了的朋友们准备的。我要告诉您一个重要的法律知识，这世上真的有后悔药。很多长辈发现自己买错了产品，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无奈，觉得字也签了，钱也扣了，合同都生效了，只能认命了，就算亏本也得等到期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我们国家的法律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特别是防止这种销售误导，专门设定了一个宝贵的冷静期制度，在保险领域叫做契约撤销权或犹豫期。这个期限通常是10天到15天，具体天数合同会写明，从您收到正式的保险合同文本并签收的那一天开始计算。在这宝贵的10几天里，法律赋予您一项至高无上的权利，无条件反悔权。您不需要证明行员是否误导，不需要找任何复杂的理由，只要您觉得这个产品不适合自己，不想要了，您就可以带着保单合同、身份证和银行卡，直接去银行网点，或者去保单上写明的保险公司营业厅申请撤销合同。只要是在犹豫期内，保险公司必须无条件的、全额的将您已缴纳的所有保费退还到您的账户，1分钱手续费都不能扣。这是您挽救自己养老金的最关键，也是最后一道安全阀。所以，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友最近刚在银行办理过所谓的高收益存款 VIP 理财计划，请您回家后立刻找出那份文件，仔细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如果确认是保单，马上核对日期，只要还在犹豫期内，不要犹豫，不要不好意思，立刻去办理撤销。这是法律给您的武器，是用来保护您自己的，不用觉得理亏。最后，志玲想跟所有健康之道的好朋友们说几句发自肺腑的心里话。我理解，银行需要盈利，行员也有沉重的业绩考核压力，要养家糊口，这都不假。但是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将心比心，我们长辈存在银行里的钱是什么钱？那是我们告别工作岗位后一份生活的底气，是万一身体有病痛时救急治病的备用金，是想着也许能稍微帮衬一下子女孙辈的一点心意。它不仅仅是数字，它承载着我们晚年的安全感与尊严。利用我们对金融知识的相对缺乏，利用我们对银行品牌的天然信任，更利用我们老一辈人抹不开面子的性格弱点，通过刻意的话术设计和信息隐瞒，把一款需要长期锁定资金、提前支取损失巨大的产品推销给最需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老年群体。这种做法无论披着多么华丽的外衣，其本质都是不道德的。我并不是说储蓄保险本身是坏产品，对于那些家财万贯、资产丰厚、需要做长远财富规划、资产隔离或税务筹划的高净值人士，它或许是一个有用的金融工具。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只有一份退休金、一笔养老积蓄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它就像一把设计精密的双刃剑。如果使用场景错误，伤害的必然是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在心底牢牢树立一个观念，
存款就是存款，保险就是保险。存款是为了灵活、安全地放置我们的日常和应急资金，保险是为了转移疾病、意外等带来的重大财务风险。它们各有各的用途，就像厨房里的菜刀和水果刀，不能混用。我们去银行就是想给钱找一个安全、稳妥的保管箱，而不是签下一份可能让钱冻住，甚至缩水的长期契约。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有些沉重，也可能让一些朋友感到后怕，但志玲觉得有些话再得罪人也必须说。如果因为怕得罪人而让更多像我们父母、像我们自己一样的长辈稀里糊涂地掉进同一个坑里，那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所以我恳请您，也恳请正在收听的所有朋友帮志玲一个忙，更是帮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一个忙，请您动动手指，把今天这期节目分享给您的家人群，分享给您的同学群、老同事群，分享给您关心的每一位长辈和朋友。您的一次转发就像点亮了一盏小灯，可能就能照亮一位正准备去银行办理业务的老朋友的认知盲区，可能就能阻止一个家庭积攒多年的辛苦钱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多一个人看到，就少一个人上当。这里是健康之道，我是志玲。我们这个频道不只关注身体的健康，更关注您财富的健康，关注您晚年生活方方面面的安稳与安心。我不教人如何投机取巧一夜暴富，我只希望能踏踏实实的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话，帮您看护好口袋里的每一分钱。因为我知道那里面装的是您一生劳碌的结晶，是您从容面对未来的底气。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给我点个赞，留个言。您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您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有什么困惑，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会尽力解答。我们下期再会。